叶倩文把手伸向了眼前这个小她24岁的男歌手，两人的手碰到时，男歌手起先还是握着拳头，结果叶倩文一把拽住，然后两人手牵手深情对唱经典歌曲《选择》。以往这首歌叶倩文都是面对着常年留着胡子的林子祥唱，这次面对小鲜肉，叶倩文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个是情歌，我要跟儿子唱，很奇怪。怪怪哦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他就是林子祥的亲儿子，叶倩文的继子林德信。2014年，林德信参加《我不是明星》，叶倩文到现场鼎力支持。因为不想当妈妈，叶倩文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但因为和林子祥的结合，林子祥和前妻的一双儿女出现在了他的生命里，他又不得不当起了妈妈。都说后妈难当，叶倩文也会如此吗？在林德信得知叶倩文要进入他爸爸的生活时，林德信的第一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因为他很开心。在林德信的眼里，叶倩文不仅很酷，还是他的偶像。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做了朋友。我很幸福有你在我的 life 里面，因为有在国外生活过，称呼上的问题很好解决。林德信不叫叶倩文阿姨或者妈妈，就直接叫她的英文名 Sally。林德信上大学时问叶倩文要钱，想要在外租房住。叶倩文的教育方式很独特，她让林德信在学校找兼职，让他知道打工的辛苦，回报是他挣多少，叶倩文就再给他多少。叶倩文知道林德信很多不方便跟亲爸亲妈讲的小秘密，林德信觉得他是大人，但更是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朋友。林德信也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甜蜜的见证人。2012年红磡演唱会上，叶倩文挽着林德信和林子祥对唱《零时10分》，唱罢，叶倩文和林子祥拥抱亲吻，林德信还有些不好意思。随后，叶倩文也给了他热情的贴面礼。叶倩文曾经出过一首歌叫《爱的可能》，小时候以为是首情歌，现在才知道是讲亲情的。因为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旅程，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。这首歌是叶倩文送给儿子林德信的，歌词最后是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，我会伸出双手，我就是你朋友到永久。郝蕾当年有多爱邓超，两人在定情之作《少年天子》宣传期间，主持人问郝蕾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，郝蕾的回答是：我的才艺是推荐邓超。当时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可谓爱得热烈，期间还纹过情侣纹身。然而这段感情却只维持了3年。对于分手原因，坊间传闻是邓超接受不了郝蕾拍了大尺度电影，但郝蕾对这一原因进行了否认，并称这段恋情是最惊心动魄的。这只是某一个团体为了宣传他的某一个电视剧，他可以把我们撕裂成那个样子。我站着说话，我伤害的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人，我是不能这样做的。2011年邓超孙俪结婚当天，郝蕾发了6个字：福临，幸福快乐。其中福临就是邓超在《少年天子》中扮演的角色。不过很快郝蕾就删除了这条内容，但记者还是没放过对于这一话题的提问，郝蕾倒也是大方的回应：为什么要不去祝福呢？我觉得应该祝福的。我不是一个小女人，郝蕾绝不是一个纠结在一个小情绪、小情感。郝蕾可以说是爱时热烈勇敢，放时淡然洒脱。她与邓超在上海电影节颁奖礼上的名场面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一笑泯恩仇。娱乐圈的冰释前嫌名场面，当属郝蕾为邓超颁奖。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特意想搞话题。2015年，邓超、段奕宏、郭涛因烈日灼心共夺上海电影节影帝，而颁奖嘉宾正是邓超的前女友郝蕾。打开获奖名单的那一刻，郝蕾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接着平和地念出了邓超的名字，而接下来念段奕宏和郭涛名字的时候，明显提高了音量。3位男演员登台领奖时，郝蕾先把奖杯颁给了临近的段奕宏，并和他拥抱祝福。邓超则在旁边笑望着他。郝蕾也并不介意为邓超颁奖，但当他正准备把奖杯递给邓超时，却被不明真相的外国女嘉宾抢先了一步。郝蕾只能顺势把奖杯递给了郭涛。在经过邓超面前时，他双手合十，两人相视一笑。这一瞬间，似乎所有的过往都烟消云散。由于此前媒体都在猜测会不会发生郝蕾为邓超颁奖的一幕，所以邓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还打趣地说，这几天大家都在关心他的个人生活，老艺术家们也交头接耳，似乎在科普着八卦。虽然时不时会被节目组制造同框的画面，但郝蕾倒没怎么介意过。当郝蕾在我就是演员中回看《少年天子》片段时，邓超的画面闪过，郝蕾表情淡然。对于这段过往，他似乎已彻底释然，但是面对另一段感情，他曾暴怒并得罪了一整片群体。2009年，郝蕾准备与李光洁补办婚礼，等来的却是李光洁夜会神秘女的新闻。李光洁认识郝蕾时还只是一个24岁的无名演员，两人因戏结缘。恋爱1年后，李光洁仅用一张创意卡片便向比自己大3岁的郝蕾求婚成功。没有婚礼，没有钻戒，就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婚后的李光洁凭借郝蕾的资源开始小有名气，但这段婚姻仅维持3年，便在2009年宣告终结。离婚后的郝蕾被记者拍到崩溃痛哭，但这还不是郝蕾的至暗时刻。2010年，郝蕾连发10几篇
年对某地不友好的内容，引起轩然大波，当地媒体都在报纸上刊文要求郝蕾公开道歉。然而郝蕾却称骂脏话固然不对，但也不愿意道歉。很多人认为郝蕾之所以这么愤怒，是在痛骂那个地方的前夫李光洁。对此，郝蕾并没有指名道姓回应，只是在杨澜的节目中说自己在与影迷的群聊中，有位当地的网友一直刷屏骂脏话，他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之前就通过舆论不断打压自己，伤害了自己的父母，还带走了自己的朋友，只是这次终于忍无可忍的爆发了。发泄过后，郝蕾说她终于自由了，可以浪迹天涯，不干演员这一行。在情感上，郝蕾正如杨澜所说的，能真真实实的去爱，结结实实的去痛，但作为公众人物，她这样的性格也确实容易惹出事端。好在娱乐圈的人似乎都特别钟爱她。有次某位小演员为了炒热度碰瓷郝蕾，杨天真都跳出来帮她放狠话。一个18线男演员为了炒作居然碰瓷敢爱敢恨的郝蕾，后果是什么？2021年与章子怡合演《上阳赋》的男演员郭嘉明自曝离婚，称婚姻只维持了8个月。然而离婚3个月后，前妻就怀上了别人的孩子。起初并没有人 care 这个小演员的瓜，但他居然在评论区表白郝蕾，声称我爱的女人叫郝蕾，让人误以为他是因为郝蕾而离婚。这一碰瓷让郝蕾工作室掀起了尘封10几年的瓜，还提到了这位小演员曾有前男友及前男友。原来10几年前，郭嘉明与郝蕾曾出演《新永不瞑目》，但郝蕾的角色中途被赵子琪替换。郭嘉明不但没帮曾经提携他的郝蕾说话，还落井下石做伪证，说郝蕾因为经常泡酒吧导致工作状态不佳而被换角。当时还叫杨思维的著名经纪人杨天真都跳来痛骂，这种人老娘见一次灭一次。此外，陈坤、柯蓝等也纷纷表态声援郝蕾，郭嘉明落得一地鸡毛。娱乐圈的碰瓷炒作虽然常见，但也要看碰瓷的对象是谁呀。毕竟郝蕾是敢当众反驳章子怡的特立独行女演员。只拿过1座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郝蕾，凭什么敢当众打脸大满贯影后章子怡？在我就是演员节目中，章子怡在评价盛一伦时说，表演需要天赋，没有天赋的努力毫无意义。郝蕾当场反驳，称自己就是没有天赋的演员，是在烂片中慢慢成长起来的，不是谁都能像章子怡那样上大学时就能拍到一谋导演的戏。章子怡竟一时语塞。虽然章子怡拿过的奖项郝蕾无法匹及，但郝蕾与其他女明星的区别是，其他女明星演谁都总有自己的样子，而郝蕾演谁就是谁，完全去个人化，所以被人记住的永远是角色，而不是郝蕾这个人。她可以是17岁不哭中的白月光，也可以是少年天子中嫉妒疯狂的皇后，是恋爱的犀牛中不疯魔不成活的明明，也是相约青春中傻白甜的可盈，是亲爱的中内疚自责的卢小娟，也是浮沉迷失中走向复仇之路的陆洁。所以没有拿过大奖项的郝蕾有无冕影后之称，被评为中国最被低估的演员。而郝蕾自称演好戏的目的不是拿奖，而是被当作案例出现在教科书中。所以当她终于拿下第1个最佳女配角奖的时候，居然都没有去现场领奖。熬了14年，终于拿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却因话剧演出而不去现场领奖。郝蕾在娱乐圈似乎一直都是特立独行的存在，她可以为了艺术摄影在印度剃光了头，为了剧情坦诚相见，干什么都能豁得出去。孟京辉曾评价她是用灵魂在演戏，她涂皮所谓炸裂式的演技非常可笑，那只是一个表演专业的学生大2就该有的基本功。她不是传统美女，她的气质带着炽烈、倔强、孤独凄美感，但模仿起幼稚的宫斗戏表演时又显得非常可爱。回母号，没有，我要是母后，我一脚把他踹飞。他的嗓音不输专业歌手，声音异类敏感，乖戾又邪魅，像红不起来的地下乐团。这一切可能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。郝蕾的父亲是个军人，在3岁前都没有见过他。还没有上小学前，因为妈妈出车祸，郝蕾与父母分开了1年半，跟奶奶住在一起，导致父母回来时，郝蕾都不认识他们了。到了15岁，就独自一人坐火车外出拍戏。与父母相处不多的郝蕾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内心充满爱，但又特别需要爱。如今的郝蕾已经历经2段婚姻，带着2个孩子，演出的作品并不多，希望娱乐圈多些实力派演员跟上。周笔畅的笑声魔力太大了，可以让工作人员也跟着笑得超大声。当男队和女队需要互换一名队员时，周笔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毛不易。毛不易。那么周笔畅为什么要选择毛不易呢？因为女生很吵，然后他应该很怕吵。工作人员，你矜持一点好不好？周笔畅提到毛不易就会爽朗大笑，还鼓动社牛李玟和社恐毛不易对碰。我非常想看你们，然后怎么把毛不易弄热起来。于是李玟隔着墙大喊：在哪儿？毛不易跟周围人确定了是在喊他，但是被恐惧支配的他选择了沉默。我假装没有听见。于是李玟就怀疑是不是毛不易没有听到，而周笔畅真相了。没有，他可能应了。我在这。
李玟接着又喊毛不易，毛不易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应了，而且还真是用的周笔畅预言的方式。这儿谁呀？天哪！当周笔畅说他唱过《魔动闪霸》的歌时，众人还很惊讶他能够提前后背，结果周笔畅又说了句大实话，因为就只有那首歌火。周笔畅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哈哈大笑，而且还是5G 冲浪达人，就连马赛克主唱凌晨喝醉穿着短裤回错酒店的社会新闻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我们都觉得没事，你的事迹大家都知道。真知道？我胡子都没了，裤子都不见了，我身上咋有钱？我来这儿我都觉得我不晓得为啥子。突然想到，在朱丹把古力娜扎念成迪丽热巴那场史诗级的口误现场，周笔畅也在，而且笑的也是超大灯。你自己说吧。周笔畅的大笑都快成了他的招牌动作了。从头开始。不过分的周笔畅才是我想看到的周笔畅啊！不过分跳，不过分唱，生生不息第3期，周笔畅身穿玫红色长衣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面带笑容，唱起一首温暖的歌，展现了他声音里最迷人的中低音部分。所以的这首1984是周笔畅小时候从电台里听到的，有听收音机习惯的人应该会有同感，就是在房间躺在床上，突然听到一首特喜欢歌的那种欣喜感和幸福感。所以可以看得出，周笔畅演唱时将这份小时候美好的回忆都揉在了音符里，成为了这一场让我最惊喜的一首歌。这才是周笔畅要走的路啊！周笔畅最初让人感动的就是能够把一首歌蕴含的情感给唱出来，譬如05年超女广州唱区时，现在看起来造型有点酷似李谷一、周传雄、汪峰老师，但声音一出来，他就能把张惠妹的解脱唱成自己的歌。所以柯以敏那一句你救了我们歌坛一点也不夸张。但这几年周笔畅所有路线都太过于想展示他的全能，于是有了我是歌手上的拼大嗓门，浪姐上的拼大唱大跳，让人感动的声音似乎都藏在了这些喧闹的背后。而这一次久违的最初的感动回来了，这是我想看到的周笔畅。周笔畅可以是全能歌手，但掌握了一身技能后，要做的是减法，歌声打动人的周笔畅才是真正的周笔畅。2004年飞儿乐团横空出世，同名专辑 FR2 席卷华夏， Lydia 一鸣惊人。他走了，带不走你的天堂，你的微笑一飞冲天，也不再单调，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。 Fly Away 一剑封喉，不管流下多少眼泪，我们的爱一战封神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。那一年是华语乐坛诸神之战的巅峰，初来乍到的飞儿乐团，一张专辑全亚洲卖了超100万张，爆了4首歌，窜红速度无人能敌。出道仅1个月就开了演唱会，两男一女一老带两新的乐团形式，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。33岁的陈建宁是制作人、队长和键盘手，24岁的阿庆是吉他手，也是张韶涵《遗失的美好》的曲作者，23岁的费詹雯婷担任主唱。2005年，飞儿乐团推出的《千年之恋》又是大火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。年龄相仿的阿庆和詹雯婷朝夕相处，渐生情愫，谈起了恋爱。2007年发行的《月牙湾》是飞儿乐团历史上最后一首封神的歌曲。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。这一年也有大事发生，阿庆在演唱会上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比拳头还大的钻戒，对着詹雯婷下跪求婚。被惊喜到的詹雯婷湿了眼眶，只是这颗钻戒太大，詹雯婷一时不知该怎么戴。最后，詹雯婷手握钻戒，接受了阿庆的求婚。这种撒狗粮的场面让单身的队长陈建宁大呼看不下去。而阿庆的求婚可不止这一次，当年年底，在亲友的见证下，阿庆又拿出一枚钻戒，再次下跪求婚。他还打趣说，这颗虽然没有演唱会上的大，但价钱可是好几十倍。在阿庆眼里，完美的新娘就是飞，飞哭到说不出话，同意要与阿庆相伴一生。然而求婚成功，等来的却不是两人结婚的好消息，而是突然分手的结局。飞儿乐团主唱詹雯婷和吉他手阿庆分手，作为队长和老师的陈建宁却完全被蒙在鼓里，这让他相当意外和生气。2011年3月，阿庆和詹雯婷在新专辑听歌会上对外宣布已于去年分手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陈建宁也是听歌会前10分钟才得知此消息。于是当小 S 和蔡康永问起此事时，他也是相当尴尬，觉得两位团员很不够意思。小 S 快人快语接了一句，对，就快点拆伙啊！结果一语成谶。分手事件暴露出飞儿乐团作为一个团体，团员之间一生嫌隙。这个时期他们音乐上也遭遇瓶颈，再无爆款金曲出现。
2014年后更是没再发团体专辑，但詹雯婷却发行了个人专辑《小太空》，其他2位也都各忙各的，解散传言甚嚣尘上。2018年2月，主唱詹雯婷在社交媒体自曝被退团，说看到朋友转贴才知乐团将推出新作品，而经过他向另2位确认，主唱不再是他，而且他在团体粉丝团管理员的身份也被悄悄移除。能告知一下更好吧？对，但是没有说我发现也好，蛮好的。阿庆发文回应称，4年来努力尝试沟通团体的新作品，但3人一直无法达成共识。而在后来的采访中，阿庆还透露出这样的讯息：1月多的时候，跟老师跟飞哥在讨论一下，问他的想法，然后他是说，因为他的巡演刚做完第1轮，好像有公司想做第2轮，所以他也没办法唱我跟老师现在做什么数字。至此，飞儿乐团已经名存实亡。当年10月24日，詹雯婷以个人身份签约了亚神音乐。第2天，飞儿乐团立即宣布重组，启用新主唱22岁的韩瑞，还为韩瑞起了一个英文名叫 Lydia， 对，就是飞儿乐团出道唱红的第1首歌 Lydia。再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，是原主唱詹雯婷有个朋友叫 Lydia， 因为感情失败变得消极，为了鼓励这位朋友走出困局，于是才有了这首歌。新主唱韩瑞不叫 Henry、Honey、Mary， 偏偏就叫了 Lydia。2021年天色声音上，飞儿乐团面临重组后的最大质疑，先是毒舌评委直言：飞儿的新主唱韩瑞同学你好，就刚才的这场表演来讲，你真的还挺差的。陶喆也毫不留情面的拿皇后乐队找了替代的主唱做类比，不可能代替他的。你现在叫我去看 Queen 现场演出，我很坦诚的说，我不会去看。胡彦斌更是从观众和歌迷的角度指出，新的飞儿乐团出现后，其实是丧失了一个原班人马重聚的机会，有了新的就真的过了就不再回来。借着这个话题，吉他手阿庆出人意料的对前主唱詹雯婷发出了邀请。詹雯婷飞是我曾经的团员，是我曾经的恋人，是我们曾经的伙伴，我邀请你回来，10年后跟我们合唱，甚至更早，只要你愿意 ，always 这是你的家。只要詹雯婷愿意，问题是詹雯婷愿意吗？詹雯婷和飞儿乐团这2个男人都有不再见面的理由。和阿庆是4年的恋人，都谈婚论嫁了，最终却分道扬镳。而和队长陈建宁更是曾对簿公堂，詹雯婷告陈建宁伪造他的签名，陈建宁反控詹雯婷诬告及妨害名誉，这师徒俩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所以飞儿乐团重聚的可能性为多少呢？或许王牌对王牌的吴彤导演可以撮合他们重聚一下，开个玩笑，但不妨大胆想象一下，如果重聚是新主唱韩瑞先休息一下，还是2位新老主唱一起唱呢？香港乐坛真正的4大天后是谁？1992年，当叶倩文被问及她心中的人选时，她给出的4个人是小鳳啦、阿妹啦。我就覺得雖然黃正文新啦，但係我就覺得佢可以做到天后。仲有一個咧，憶蓮啦。你自己？我唔要講自己係天后啦。當時的葉倩文也處於鼎盛時期，祝福讓她拿了所有的獎，普通話的瀟灑走一回讓她紅遍了全中國。這2首歌的爆紅都出乎她的意料。有沒有什麼後來唱得很紅的歌，但其實你自己很不喜歡的？2個最紅的，真的，一個祝福，一個瀟灑。90年代前後，香港樂壇天后們的互動也很頻繁。現在60歲的葉倩文還能邊做仰臥起坐邊唱的《我要你的愛》。其實30年前，她就曾和她心目中4大天后的3位梅艷芳、林憶蓮、王菲合唱過，都是相當經典。和梅艷芳合唱的版本是最有韻味的，2人在台上互相撒起了嬌，不時對視鬥舞，把妩媚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我要你，我要你，我要你的爱，你为什么不走过来？和林憶蓮合唱的版本是最輕鬆的，2人帶着一群人把這首歌給玩嗨了。你為什麼不說出來？和王菲合唱的版本是最有話題的，2人在節目裡邊做仰臥起坐邊唱，同台炫技，比拼唱功。我要你的愛，你為什麼不？葉倩文曾公開表示很喜歡王菲直率的性格，因為她能夠堅持己見，才會有很多人去學她。而這2代天后合作的經典畫面，還有1997年的《明天會更好》。唱出你的熱情，伸出你雙手，讓我擁抱着你的夢，讓我擁有你真心。如果有機會，很是期待葉倩文和王菲再次合作。
何炅心怀愧疚6年，终于对叶倩文赔罪了。我是觉得好不应该，明明那么在意的人，你却不小心因为自己的不专业、不敬业，去造成这样的疏忽，是对自己来讲，对对方来讲都是一个遗憾。在今年的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中，有一个一人一首粤语歌的猜歌环节，大屏幕放出了曾经让叶倩文拿奖拿到手软，也是她在生生不息初舞台中唱的祝福。何炅给出了他关于这首歌的关键词是听太多次，把歌词刻进了骨子里。何炅还真的在不看提词器的情况下，一字不落的用粤语唱了下来。今天隨着雲煙漸遠。而这个让他自称不专业、不敬業的疏忽，是在2016年《我是歌手》的总决赛中，何炅把叶倩文的英文名 Sally 念成了 Lisa。有请第6位的竞演歌手李克勤和他的帮唱嘉宾林子祥和 Lisa 叶倩文。由于是现场直播，不仅何炅没有意识到错误，也没有工作人员提醒他，因为当时字幕也出错了，把叶倩文的中文名打成了叶文倩。当3位演唱完后，何炅的疏忽加1，还是把 Sally 念成了 Lisa。掌声再次送给李克勤，送给林子祥，送给 Lisa 叶倩文。比赛一结束，何炅立马发文道歉，连喊3声 Sally 以表诚意。叶倩文俏皮的用6宫格的方式艾特何炅，说何先生，我叫莎莉，是的，多谢。老公林子祥也一同入镜，毫无征兆的发了糖。何炅再次转发道歉，说没想到用这种方式被您记住了，不说对不起了，因为真的不能原谅，我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赔罪吧。但是被您艾特真的好开心啊！何炅的赔罪不是说之后没了下文，他把叶倩文的祝福反复听，把歌词刻进了骨子里，还在自己节目合适的环节里唱起这首歌，提起这件事，再次表达了歉意。吴昕为何不愿再提到快乐大本营的名字？我那时候3档节目，浪姐、牛气满满哥哥，然后还有那个常规节目，然后还有那个常规节目。近期吴昕在录节目再提到快乐大本营时，不是连名带姓，而是那个常规节目。距离快乐大本营突然停播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了，快乐家族5人没再合体，他们的境遇也截然不同，有人事业红红火火，有人却在江湖没了音讯。跨年演唱会上14个人的庞大主持群，快乐家族只剩下何炅。吴昕虽然没了那个常规节目，但是季播节目一个接一个，从名侦探学院到大侦探第7季，再到春日迟迟再出发，吴昕在侦探类和情感类节目里直接翻转了以往傻白甜的人设，高光时刻不断，表现出色。快乐家族灵魂人物何炅的主持事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仍旧是湖南台一哥。常规节目快本没了，他就又有了新的常规节目《你好星期六》，1人带9人主持。作为娱乐圈的劳模，何炅的综艺节目还是一个接一个，朋友请听好2、大侦探7、向往的生活6和湖南卫视重中之重的节目《生生不息》都由他来挑大梁。谢娜的工作量明显减少了很多，只有1档朋友请听好2。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谢娜仅以歌手的身份唱了一首歌，之后她又登上了东方卫视的春晚献唱，于是坊间传出谢娜将要加盟东方卫视的消息。现在又传出谢娜将是浪姐第3季的主持人。在湖南台新一姐还没出现的情况下，谢娜此番主持浪姐势必要保住一姐的位置。而杜海涛和李维嘉这半年多一个节目也没上，从主持界消失了。杜海涛2月份在社交媒体上官宣和沈梦辰结婚后一直很低调，最近发文说在画词，在瓷器上他写了乐道、福等字样，似乎在修身养性。而李维嘉则没有了任何个人动态。按理说，即使一个节目停播，杜海涛、李维嘉作为明星主持人都自带流量，也会在其他节目里玩得风生水起。李维嘉和杜海涛的反常不见，可能才是那个常规节目的问题所在。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，毛不易没有为了名次去消耗让他大火的消愁像我这样的人，而是带来了另外3支有温度也更能直抵人心的歌曲。第一首是借，这首歌后来成为了毛不易的歌曲中我最爱的之一。对着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，对着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冷。这首歌是唱给那些曾经山穷水尽的人，这个穷不仅是物质上，更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，有那么一种什么也没有、无依无靠的孤独感。第2首唱的是一荤一素，是写给他逝去的妈妈的。就像李健说的，这是一首很喜欢听，但是不敢轻易听的歌曲，里面的情感一直在涌动着。听到这你就别担心，即使我过得还可以。外面的山珍海味比不过家里的一荤一素。毛不易写亲情的歌，唱到人的心里去，让人流泪。然而这2首走心的歌曲在2场比赛均排名最末。毛不易在歌手当打之年中一轮游，在突围赛时毛不易回归了，带来了深夜一角。这首歌唱的是平平淡淡中的风风火火，在陌生的城市总有一个角落能治愈你。尤其喜欢这句词，生活是一场大雨留下的潮湿。生活是一场大雨，
留下的潮湿。然而，毛不易突围还是失败，没能进入总决赛。从成绩上来讲，毛不易在歌手舞台是落败者，但从歌曲上，我始终不认为毛不易有输。期待生生不息上，毛不易带来更多感动的粤语歌。林子祥和叶倩文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真是嗨爆了，他们不是参赛歌手，而是帮唱嘉宾。2015年总决赛上，这对歌坛伉俪共同现身来为李克勤加油。李克勤先是和叶倩文高能带来叶倩文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金曲《潇洒走一回》。红尘呀，滚滚，痴痴呀，情深聚散风的事。接下来，铁肺歌王林子祥登场，三人合作带来了烫嘴的《Alam 日记》。这是林子祥的作品，是粤语也是中文流行歌曲历史上的第一支 rap， 一般人是记不下来歌词，就算记住了也肯定唱不来。他们还无缝衔接了一首超级快的歌，也是林子祥的作品《数字人生》。这一画面看着三人像是一家三口，歌曲快到让人无法呼吸，很是过瘾。如果能在生生不息的舞台再来演绎这3首歌曲，场子估计又得炸。李克勤获得了当年《我是歌手》的年度6强，第1名是谁呢？就是他，李玟。2001年，李玟作为首位华人歌手登上了奥斯卡的颁奖礼，献唱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《月光爱人》。14年后，他瘦到21寸的腰身，重新穿上这身红色的战袍，再次演绎经典，加冕2015年《我是歌手》的歌王，自然不在话下。纵观李玟的音乐历程，不难发现，普通话和英文歌是他的主要市场。这次在生生不息里唱粤语，是他事业里少有涉猎的蓝海，施展空间还很大。再说周笔畅，他在2014年第2季《我是歌手》中获得了第7名，看得出当时他是有些不开心的。说起这个第7名，跟当时总决赛的帮忙唱环节不无关系。当时我看到这个合作表演，差点惊掉下巴。无论怎样，以上几位歌手都是走到了总决赛，而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一轮游的这位音乐才子。李健是生生不息里唯一一位参加过2季《我是歌手》的人。2015年，李健以补位歌手出场，一曲悠扬唯美的《贝加尔湖畔》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。多想某一天，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从那时开始，李健终于不再是水木年华里那个唱一生有你的李健了。李健参加《我是歌手》是相当成功的，他打破了在我是歌手里唱走心慢歌的人大多一轮游的魔咒。小试牛刀后，他还曾2次问鼎分期冠军，比如这首《当你老了》，在我心中跟莫文蔚的版本是不分伯仲的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还有这首他重新填词的《假如爱有天意》，李健展现出作为音乐诗人的一面，出手不凡。如今我们一天和一方，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，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一面，但愿你会温柔对待。而在总决赛中，李健更是让人惊艳，他唱了民歌。姑苏丽江爱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。李健唱歌就跟他说段子一样，总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。这一年，李健虽然获得亚军，但作为唱抒情慢歌的歌手，已经是历史性突破。2017年，李健作为逆战歌手再次登上歌手舞台，他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感动无数人，也让李健的国民度再次大增。留下来的散文诗，
5年以后，我看着泪流不止，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。到了总决赛，李健又带来了惊喜，出人意料的请来岳云鹏帮唱，娱乐性满分。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。最终，李健获得了第4名，但是可以看出，李健这一季是彻底玩开了，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。名次对于他来讲根本不重要。生生不息被称作港乐版《我是歌手》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制作班底是歌手的原班人马，参与的歌手里也有7位曾经参加过《我是歌手》，除了李健，还有李玟、周笔畅、毛不易、李克勤和林子祥、叶倩文。对的，林子祥和叶倩文也上过《我是歌手》。